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1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出现了通缩吗？国家统计局的难题啊。那么前天就有网友提出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那么有 CPI 出现负数啊，那什么情况？当时答应了我们要做解读，因为时间安排，我们今天来做解读啊。那么其实呢，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了一系列的数据啊，我现在呢就不会说他每公布一个数据就来讲，我可能会等所有的数据公布完了，我统一做一次解读，这样的话会比较全面一点，也不会太赶啊。那么，但是呢，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一系列的数据，其实有点困难啊。什么困难呢？自相矛盾啊。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是最新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20年，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13390亿斤啊，比去年增加了113亿斤，增长0.9%啊。粮食在货大丰收啊，连续6年在1.3万亿啊，1.3万亿以上啊。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7.52亿亩啊，比上年增加1000万亩啊，增长0.6%。大家知道，今年中国出现了武汉肺炎疫情，然后呢，又出现了长江流域的水灾，然后又出现了东北的这个风灾啊。那么这几件事情影响这么大，然后粮食还是大丰收，这有点让人怀疑。那么，但是这里面有2个问题啊。对这个大丰收的数据怀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粮价在涨，普遍在涨啊，粮价而且涨得非常厉害。那么特别是进入夏季以来，中国的粮价持续在涨。那么如果是大丰收，理论上来说粮价不会涨啊，除非就是收购价上升啊，就是政府的保底价提高啊。今年保底价没什么调整了一个啊，但是没有普遍提，所以它这个粮价上涨，让我们怀疑啊，这是一个粮价上涨到什么情况呢？你可以看哈，武汉的居民说啊，说这个原来2块钱一斤的高粱，现在卖到4、5块钱，涨价涨得很厉害。大米现在已经涨了啊，已经涨过了啊，涨过了。反正上个月买东北大米是4块5一斤啊，那么之后怎么着都不好讲。这里就是国内的粮价上涨呢，造成这个中国的粮价比国际市场高很多啊。那么小麦每吨差333块钱，大米是差16块钱，玉米差609块钱啊，一吨啊，差价很明显。差价就是国内的粮价，由于比国际市场差价很明显，刺激了玉米、高粱和小麦的进口。那么海关的统计，1月到11月啊，差不多全年了啊，中国粮食进口达到多少吨呢？达到12920万吨啊，那么同比增长29.6%，等于是说今年粮食进口比去年增加了30%。你想一下，如果你粮食大丰收，粮食价格没理由涨这么多啊，粮食价格涨也不算了，你粮食进口也不可能增加30%啊，粮食进口增加30%意味着什么？国内缺粮啊，国内缺粮。那玉米、小麦既是中国人的口粮，也是饲料粮。那你看一下哈，1到10月份玉米进口达到了728万吨，
增长了多少？增长了 97.3%， 大数讲就增长了1倍啊。那么仅10月份进口的玉米的数量是多少？114万吨，是去年同期进口量的12倍啊。这个情况可见呢，中国应该不是粮食丰收，也不是粮食平年，中国应该出现了严重的粮食欠收啊，才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粮食进口，就是说粮食进口增加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数据，你肯定有个数据是假的，你要么进口粮食的数据是假的，要么就是粮食丰收的数据是假的。但我从我的观察来看，应该粮食丰收的数据应该是假的啊，这是一个。好，粮食价格在上升，粮食价格上升的含义是什么？粮食价格上升的含义就是饲料价格也在上涨，可是猪肉价格却在下跌啊。那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11月份畜肉类价格下跌 7.3%， 影响 CPI 下跌 0.53%啊，0.53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下跌 12.5%， 影响 CPI 下降 0.6%。这个数据很特别啊，这个特别在哪里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1月份的 CPI 是下跌了，就是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啊，叫 CPI 啊，它就是我们通常是用 CPI 来讲中国的通胀情况啊。那么 CPI 是下跌 0.5% 啊，11年来首次。那也就是说，如果以猪肉价格来说，也基本上猪肉价格跌下来了，整个 0.5% 是由于猪肉价格下跌造成的。那既然基本上你用大数来看，就是整个的肉类价格的下跌带动了这个 CPI 的负值，可是饲料价格在下跌，饲料价格在上涨，饲料价格在上涨，可是肉类价格在下跌。那养猪场、养牛场，那肯定要赔得要死啊。那这里面反映了2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去年的价格过高啊，这是有可能的啊，就是说今年的供应量上升造成价格的下跌。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消费能力的下降啊，就是大家觉得肉贵了，吃不起，我少吃一点，那么需求下降也会导致这个价格的下跌啊。那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就沿着这条线往下看，城市 CPI 啊，继续讲 CPI， 城市下跌 0.4%， 农村下跌 0.8%， 食品价格下跌 2%， 非食品价格下跌 0.1%， 那么这是一个。然后环比就是比上个月的数据啊，城市也在下降啊，环比是下跌 0.6%， 比这个同比还下跌的多一点。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啊，大家留意一下，每年中国进口大米是400万吨啊，中国大米不够啊，大米特别是优质大米不够，所以进口了400万吨。那么今年有点特殊情况，今年中国突然跑到印度去进口了10万吨大米。这10万吨大米呢，印度的大米呢质量呢就比这个东南亚的大米差啊。中国传统上是从东南亚进口大米，通常是从泰国、越南、缅甸，再差一点就是巴基斯坦啊。那么现在跑到印度去买，印度通常比这个东南亚的大米便宜 10%， 价格便宜，买了10万吨啊。有没有可能这是为了搞好跟印度的关系啊？有可能啊，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家消费能力下降了，这个贵的大米没人买了，或者是买的少了，他买一点便宜的大米回来。但理论上便宜的大米中国本身有，
这个就不理解啊，我不理解他这个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啊？这是一个啊，这个数据都是很怪异啊，中国的这些行为都有点不好理解。还有一个怪异的数据啊，这个怪异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什么呢？公布说现在这个中国经济形势很壮旺，非常的壮旺，壮旺到什么地步呢？他说10月份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啊，当然讲的是规模以上，就统计范围以内的啊，实现利润总额是6429亿，同比增长28.2%，这是个非常震惊的数据，增长28%啊，挣钱多了28%，将近30%啊。今年10月份啊，那可见中国出口有多好啊！中国出口非常的好，而且它的增速啊，9月份是在上升，10月份上升提高了18%啊，18%，就是9月份是增长了10%，10月份增长28%啊，增长了28%啊，所以这提高了20%，提高了18个百分点啊。那这个数据看得过去呢，工业的状况非常好啊，工业状况非常好。可是呢，这个月公布的数据，2020年11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就 PPI 啊，就是出厂价，出厂价下跌了1.5%，负数环比上涨0.5%。那么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呢，同比下跌了1.6%啊，那么环比上涨0.7%啊。大家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利润在上升的时候，那意味着销售在增加，销售在增加，市场很畅旺，市场畅旺的情况之下，一定是价格上升的，不会下跌。下跌是什么情况呢？下跌就是需求不够，需求不够，买的人少了，或购买力下降了，那价格就会下跌。那么你现在一看见这个情况，那这个实体经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这完全是矛盾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都是在矛盾啊。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一个谜。从出口数据来看非常好啊，但是你看其他领域的数据又非常的矛盾啊。我们梳理一下目前中国经济的几个基本的情况啊，我们把这个图画看大一点啊，我们从刚才细节，我们把这个镜头拉开啊，我们看一下，怎么看一下？第一，从5月份开始，人民币汇率涨了8%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今年下半年，中国的居民、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债券大幅上升，就是杠杆啊，就是负债啊，负债是急剧上升啊，上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那么这基本上是受疫情的影响啊，其他国家是用其他的方式，那么中国的影响就是啊，这负债整体经济的负债在上升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出口不错啊，特别是下半年对欧美的出口啊急剧的上升，带动了整个的经济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消费很差啊，消费非常的差啊。第四个。第五个，资本项目的资金流入啊，对维持人民币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啊，这是5个现在中国经济的5个基本点啊。那么面对疫情啊，我们回顾一下啊，就是说发生疫情以来，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全世界发生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降低利率啊，然后放松银根，大水漫灌，全世界都在做这件事情，以美联储为代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大规模举债，直升飞机撒钱啊，资助居民，资助这个中小企业，防止他们破产啊，就全世界都在做这2件事情。那么中国在做什么事情？
中国做两件事，也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也是大水漫灌啊，但是当中国的大水漫灌的幅度没那么大啊。第二个，利率不动啊，其他国家是降低利率，然后放松银根，中国是利率不动啊，然后放松银根啊。第二件事情是政府举债，但是没有直升飞机撒钱。政府举债干什么？政府举债自己花啊。中国政府呢就举了很多的债啊，大规模的举债，包括中央政府的国债，包括地方政府的地方债，包括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包括债券市场，国企融资平台，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在举债，全方位的在举债，干什么？维持政府的运作啊。那么这中国的做法是这两个情况啊。那么目前中国政府最担心的几个问题，就是他现在最关心的哪几个问题啊？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4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资产价格啊，资产价格你可以看哈，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的这个主席叫郭树清，郭树清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就一直在讲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啊，搞很多动作，做很多动作啊。那么其实他们担心的是什么？不是银行的金融风险，银行金融风险通常是从其他地方传导过来啊。银行本身金融风险呢是有的，但是没那么大，或者是没有那么严重啊。它通常银行金融系统的金融风险都是从其他领域传导过来。你比如说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风险是从房地产这边传导过来啊。有的时候是从哪？比如说像股市股灾啊，出现金融危机等等，银行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都是从其他领域传导来。那么你看这个郭树清今年搞这么多动作啊，其实讲到底就是担心一个点，就是来自房地产市场的金融风险，就是资产价格，或者是我们翻过来讲，简单的讲就是担心房地产价格崩溃。房地产价格崩溃对中国来说是灭顶之灾，因为房地产价格一崩溃，银行系统就会出现系统金融风险。那银行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就会有问题，这是一连串的问题，那整个的局面就难以维持啊。所以从应该过去几年时间啊，2018年开始，中国政府最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资产价格的问题，就是房地产价格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啊。这个问题我认为一直会是中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排第一的问题，就是大部分的经济政策都要避免和这个政策相冲突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债务危机。当前这个最大的债务危机来自哪里？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现在的做法就基本上是借新还旧，地方政府早就已经没有能力偿还已有的债务，它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已经没有。我们说的地方政府通常讲的是省政府啊，通常只要我们讲地方政府，通常就是省政府啊。那么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已经没有钱再去还这个之前借下来的钱，他们还钱是怎么还的呢？就是借新还旧。所以借新很重要啊，就是如果他不能够借新债，他旧债就会违约啊，这是第二个。这个问题，债务危机是当前中国政府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紧迫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一旦发生什么，一旦后面两个呢都是或然性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发生，它会造成系列的非常严重的后果。你比如说，一旦
发生金融危机，那么人民币汇率就有问题。中国的金融系统非常的脆弱，那么金融系统非常的脆弱，基于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人民币的信任度没那么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金融系统本身它的脆弱性，它没有那么强大稳固啊，所以呢，一旦发生风吹草动，就非常容易引发这个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是第3个问题。第4个问题，我们从这次奔驰这个停产的事情可以看出来啊，中国毫无疑问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这个浪潮的得益者。由于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啊，没有这个大背景，中国是不可能变成世界工厂。但是啊，这个世界工厂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它的经济也是非常的脆弱的，特别是它在一些关键领域，它不掌握产业链。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非常脆弱啊，当它和西方国家掌握更高端产业链的西方国家闹翻了的时候，它的经济的脆弱性就非常明显的展示出来。所以奔驰因为这个芯片的问题导致停产，真正反映了中国整个的产业的脆弱性。那么这个脆弱性会有严重的后果，就是中国会面对一些他们预想不到的一些状况啊，预想不到的状况，就是说你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会产生连锁反应啊，这连锁反应都是以上百亿、上千亿的代价啊，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啊。所以你可以看啊，我举个例子啊，我昨天收到一个网友给我发了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是一个函啊，是函什么函呢？是河南能信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出来的函，发给什么呢？发给什么函呢？它这个全文很短，我读一下。这是一家河南的公司，这家河南的公司呢是能信呢是之前出了这个状况啊，出现债务违约的这个友煤控股的母公司啊，是他的母公司。友煤控股债权违约啊，影响是什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他这么说，他说我公司目前正在全力保障许昌市居民供热，但12月8日接许昌市人民政府通知，要求电厂降负荷运行。由于负荷降低，对外供热压力将无法保障。当前我公司厂内存煤仅1万余吨，受永煤控股违约事件影响，我公司融资渠道中断，资金严重短缺，没有资金购买煤炭。若不能及时融得资金，将会造成煤炭供应中断，届时可能导致机组停运。特此函达。什么意思呢？永煤，大家记得我们上个月做过这个专题啊。永煤控股啊，债权违约啊，就是债权到期没办法还本付息啊。那么永煤就出现了债权违约，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那么河南能信热电是永煤的母公司啊，它是做热电啊，热电下面是煤炭啊，其实是一条龙啊。那么其实这个能信本身的资金就很困难，完全没有能力帮助这个永煤。那你可以看到，他们热电是干什么？发电，同时供热啊，发电又供热。他由于他没钱了，没钱没办法买煤，市政府就找市政府，市政府就告诉他，你不用，你就把那个电负荷降低，就把发的电减少。那这封信讲的是什么？这封信讲的是政府让我把这个负荷降低，负荷降低呢，发电减少，那么我对外的供热能力就会下降，供热能力下降，那么全市的这个供热，现在冬天在供热，
就无法保障，就气压就不够啊，压力不够，压力不够就传不出去那么多啊，覆盖不了那么多面积。那么它现在厂内只剩下1万吨煤，1万吨煤可能就用一段时间就没有了的话呢，那就电、暖气全部都要停，这就是许昌的情况。我经常讲，我说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困难已经到了没办法维持正常运转的地步，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么这种情况会出现在各个环节啊，包括一会儿你会看到一会儿这个退休金领退休金会减少一点啊，或者是延迟啊等等啊。好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有4个最重要的问题啊，它最敏感的问题。当然，现在对中国政府来说，最要紧的是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叫维持地方政府继续发债。维持地方政府能够继续发债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保持利率足够低。如果利率不够低的话呢，政府发债是发不出去的。因为随着这个地方政府，你看，其实永煤债券的违约影响非常的深远，市场上对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已经开始非常的警惕，甚至碰都不敢碰啊。那么永煤出来之后，这个债券市场没办法发出去的债券已经将近200亿啊，200亿的债券也发不出去了。那你如果利率不能维持一个低的水平，地方政府就会有问题，就是他就没办法借新还旧。我们不能，他都不能够奢望说我借新的债跟做借新的债去维持的问题，不是的，是借新还旧，否则他就会债券违约啊。这是第一个眼前的事情。第二个还有一个问题，我不是说从5月份到现在涨了8%吗？其实涨8%对中国的出口打击是很大啊，特别是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出口很壮旺。中国出口壮旺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主要体现在这些日用品啊，就是说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的这种出口。这种出口呢，它的毛利很薄啊，毛利服装啊这些，它毛利非常的薄。人民币涨8%，很多人是赔钱的，所以要控制人民币汇率应该是下一阶段，因为你要知道，人民币中国在下半年出口壮旺的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其他国家还没起来。大家知道现在疫苗已经出来了，那么我相信明年年中大部分国家都恢复正常。那么来自其他国家的产能恢复之后，那么跑到中国的订单会减少，所以可以想象的是，明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煤就不会像原来那么好的，因为它的竞争对手就来了。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那么如果出口没那么好的话，中国经济内部消费不行，地方政府根本没有钱，投资就不要谈。所以中国经济明年上半年是非常比今年下半年要更危险，所以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利率是一个对宏观当局来说非常必要。那么好了，保持低的利率需要什么条件呢？保持低的利率，物价不能涨啊，物价一涨，利率就有问题啊。所以我为什么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个这样的负值是不是做过头了呢？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做过头意味着什么？会不会几件事情碰到一起？或者我们讲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11年以来的第一次负值，我认为大概是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去年的价格真的是有点高啊，就去年的这个时候的猪肉价格真的是很贵啊，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么它下跌带动了整个的 CPI 的下跌，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需求真的很差啊。物价其实是由什么决定的？物价通常是由需求决定，如果消费不好，物价才会下跌啊。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国内的需求真的很差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人民银行还有需要控制它的利率，所以这三个因素往中间一碰，就出现了11年以来的第一次这个负值啊，就是 CPI 跟 PPI 都是负值，双通缩。那么中国现在到底有没有通缩呢？我觉得中国是在通胀跟通缩的临界状态。通缩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通缩表达的意思就是需求非常的差。那么这一点中国现在是真的。通胀表示的是什么呢？通胀表示的是货币供应量比较多，然后需求很壮旺。那么这两点呢，需求我觉得是不壮旺，那么大水漫灌是存在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那个就是短期之内发生一些供求上的失衡，也会导致通胀或者通缩。所以目前中国的经济的情况，就是说它处于通胀跟通缩的临界点啊，临界点。你比如说粮食价格上升，理论上物价通常会涨，但是它还是跌的啊。这里面就有刚才我讲的三个因素。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大体上把我们当前中国经济的状况啊，就是我们就不开中药铺，我们顺着一个思路啊往下梳理了一遍啊。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在你们做投资选择的时候注意两点。第一点，特别小心人民币汇率啊。第二点，特别小心资产价格，就是房价，好吗？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就是为了保持我们的联系，请大家关注我们的推特号跟脸书号。这样的话，有什么状况我们可以及时的沟通，好吗？推特号跟脸书号都放在视频的下方。好，谢谢。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明谢，7粉，谢谢。九思，谢谢。王先生今天领带好看，谢谢啊。ABC123，谢谢。984 degree， 谢谢。Hello sir, buy you an Indian lassi 啊 ，OK， 谢谢。观点，统计局的数据都是忽悠老百姓，没有可信度啊，到处都是受灾，还有粮食增产、大跃进嘛。统计局的丰收，亩产万斤，还饿死人，就问你服不服？你的观点我收到了啊，我不能够只说他忽悠啊，你还有说他怎么忽悠，为什么忽悠，忽悠到哪里啊？情况，西安4到5月份40斤菜籽油130块钱，10月下旬210，听油商说还要涨价。OK。情况，本月12月1日，印度粮食官员表示，由于东南亚各国粮食供应紧张，中国不得不30年来首次向关系紧张的印度进口大米，可见粮食有多紧缺。这个信息不确定啊，为什么？我查了一下，东南亚粮食紧张吗？东南亚粮食没那么紧张啊，所以这个不说东南亚粮食紧张，不 make sense。核心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买印度的大米啊？印度大米没有买过，30年来没买过，第一次买，为什么啊？是为了缓解中印边境的冲突吗？还是想买一些便宜的大米？买便宜的大米就不用买了，中国自己就有啊，因为中国进口东南亚大米都是
品质比较好的大米，所以这个有点我还没看通啊。情况农村不给自己在家养猪了，所以农村猪肉要经过屠宰场，运费中间商多了几道，比城市更贵是正常的。OK。情况，房地产北方普遍下跌，个别地方跌幅还很大。我们青岛二手房下跌非常厉害，不是你们青岛二手房下跌很厉害，全中国二手房下跌都很厉害。为什么？因为现在二手房的出手有点难啊，出手一困难的话，那你要成交就得放的尺度大一点，你才能成交。所以，说明什么？说明房地产没那么活跃了啊，或者是进入房地产的买家没那么多了啊。情况，我家前段时间才卖的房，一个北京，一个武汉，都是二环内。哇，你北京卖二环内啊，比市场价便宜50万左右才卖出去。新房不了解，但是二手房不好出手，很多房子挂2年没人要，非常正确，就是这样啊。二手房二环内，哇，那你很有钱啊。情况，房地产下游企业，房地产卖楼前要报政府备案，以前限制高于备案价，现在是限制价格下降不可以低于备案价10%，怕房地产降价，房价下跌，非常正确。现在是这样，北上广深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完整哈，北上广深是限高啊，除了北上广深，大部分是限低啊。情况，刚看了粮食的统计方式，播种面积与面积产量相乘得一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是通过抽样获取的，所以采样的地区没受影响，那总产量就不会少。OK。情况， FDA 正在直播专家对辉瑞武汉肺炎疫苗的专家审批和投票，我没想到疫苗的审批这么透明，这是个开放的社会，理论上应该很透明啊。情况，今天朋友圈看到苏宁打包抵押给阿里了，债务暴雷一个接一个。苏宁其实不做生意更好，我一直认为苏宁把所有的生意 close 掉，然后手上就握着什么？握着阿里的股票。我估计10年前他要是这么干的话，他现在的资产规模会比现在大10倍，你信不信？苏宁结果做生意越做越赔，然后不断的卖股票来往里面填啊。观点，在停止进口澳大利亚的煤钢之后，国内的煤钢期货涨了15%，煤钢涨价以后，未来会影响各种商品的涨价，这就是杀敌800自损1000啊，这就是杀敌800自损1000。当然，自损不是他自己，是他的子民啊，所以他不在乎啊，就不惜一切代价。谁是那个代价？你是那个代价，他不是那个代价啊。情况，成都本地社区感染死灰复燃，今天B县的部分小区被要求连夜在露天场地通宵排队进行核酸检测。今夜成都夜间最低气温5度，我同学还在外地出差，老婆孩子不知怎么办，怨声载道。这就是办正事千疮百孔啊。情况，坐标广西某地级市啊，钦州吗？现在小区门口均装上人脸识别系统，甚至有些公寓门单元门口都装了，太可怕。观点，中国的房价在我看来，未来会在几个1线大城市稳定，但是2、3线城市的房价会降，因为人资金不能外逃，也就只能内逃到那几个地方。就像1950年之前的上海，因为大批人和资金的到来，令当地经济更好。OK， 主要还是我觉得1线城市还是会有人口流入啊，北京是少，北京是限制流入。为什么？习近平把北京当作他的皇城，所以他还赶人走啊，就是那拆迁啊什么还在干这种事情，低端人口啊赶走啊，
北京还在赶走，所以北京人口增长应该是负数啊。那么上海、广州、深圳应该人口还是在上升，大概情况是这样。所以北京的房价我估计也涨不到哪去了，差不多也就到头了啊。观点打卡台北。在王老师身上学到尊重自己的职业，一流的职人身上都能看到这种精神。谢谢啊，谢谢肯定。情绪，今天国内大厂音乐软件里偶尔听到《东方之珠》这首歌，点开评论，发现很多小粉红，但是也罕见的看见一些人的评论，听着觉得很心痛难过。也有人评论蒙古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有人评论 ，sorry， 我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说。看到这些，觉得心情很复杂。是啊，情况限制下线也没什么用，坐标4线小城市，大把的开发商送装修、送车位、送家具，还有拎包入住的新房。情况，武汉肺炎疫情正在发展中。借王先生的平台提醒武汉的朋友，仍然需要小心防护。朋友所在的武汉的物业公司，他们管理的小区，其中有9个小区出现了病例，但他们政府要求他们不得对外说啊。反正我还是这么认为啊，中国的疫情没有结束啊，我一直这么认为啊，这个疫情还在社区里面。它只是选择不同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下，这是流行病学的常识。在疫苗来之前，一定会有这种情况，这个跑不掉的，只不过它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规模而已啊。所以你说武汉发生啊，四川、重庆这个成都发生都不意外，这是科学啊，这是科学啊。情况，辉瑞的数据公开了。测试组第1剂之后感染人数就大幅下降，第2剂以后几乎没有人感染，现在看起来只需要1剂就有90%以上的有效率，但是没有1剂的测试组，所以不在批准考虑范围之内啊。情况，我的一个朋友深圳做制造业，这2天被河南公安厅派来的10多个公安抓走了，已经过去48小时，人还没放回来。他和他有资金往来的有上千个账户被冻结，账户资金最多达到上千万啊！制造业啊，现在就是这样，就是能把你抓走的就尽量的把你抓走，然后要你交钱啊。情况，王老师好，今天开车回家，路上大堵车，以为是车祸。开的堵车源头发现原来是换街道灯的灯泡，当时我就觉得奇怪，晚上7点钟换街道上的灯泡，而且灯泡没坏。最奇怪的是路灯换完灯泡后，竟然比以前的灯光更暗了。我当时就想，王老师说的对，政府想省钱是把办法想绝了，现在开始打灯泡的主意了，就是想省点钱。这强党国可真是缺德啊！那为什么7点钟换灯泡呢？晚上10点钟换不行吗？大堵车啊！情况，今天跟我妈通话，她说老家之前人口普查到家里宅基地盖房多出来的，如果只有1个儿子，只能盖一院房，要交税，每平米每年交5元，交20年。我老家甘肃陇西，农村不富裕 ，CCP 如此无耻啊！一家如果多盖一座院子，按1亩地算，1年就要交3000多元。没想到房产税城市没有开始，农村先开始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普遍的政策，我知道的只是我们县的情况。现在应该是中央给了政策，各个地方自己收，按情况来收，应该是这样啊，应该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上已经看到至少有3、4起了吧？那么你是甘肃，我们上次是河南，还有地方的是，
我印象中是东北吧，东北嘛，反正三四起了已经啊，所以可见这个政策应该是中央是默许地方政府开始干这个事情。为什么？没钱了啊，敲骨吸髓啊。情况，台湾陆委会今天指出，今年1月起至10月底，香港来台居留许可人数达到7474人，定居达到1272人，其中10月份来台居留的港澳人数大增，分别是1974人以及289人。数据也显示，澳门此数字是过去10个月以来的最高，截至10月底，有692人澳门人来台居留许可，定居许可人数达到111人。台湾在收留港澳同胞，对吗？我上次说有谁在我的推特上留言说蔡英文只是个奖，没有啊，别人在接收啊。情况，菜籽问题我知道，今年中国抛空了国家储备，又因为政治问题拒绝加拿大菜籽，然后又拒绝欧洲菜油进口，结果是菜油价格飙涨。每次政治问题，比如制裁澳洲、加拿大，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的农产品进口减少，价格上升。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是谁？代价就是老百姓啊。观点，原材料资源大都掌握在国企手中，人民币升值，进口原材料价格降低，现在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低进高卖，利润全被他们拿走。做出口的民企高价拿原材料，又因为汇率上涨，低价出货，利润全被吃光，他们没有利润，撑不起来需求端，通缩是大概率。 OK。情况，国内2线城市，今天去超市买米，散装米有3个品种，分别是泰国香米、柬埔寨香米、东北长利香米，说明大米进口不少。 OK。明谢CHL 谢谢， Lin Takayama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记得关注我们的脸书号和推特号，谢谢。